出國看場歐冠，結束後當天回國睡覺，這可能嗎？最近歐冠資格賽，丹麥球隊哥本哈根和瑞典馬爾默的比賽平平無奇，但兩隊卻打破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記錄，因為兩個主場之間距離只有42公里，他們就此成為歐冠一國球隊比賽之間距離最近的對手。其實兩座城市中間只隔一座跨海大橋，熟悉北歐的朋友可能還知道，圍繞這座大橋還曾出過兩國合拍的劇集《橋》，不僅最近的出現了，最遠的也出現了。特別篇足球地理，聊一些有趣的關於參賽距離的冷知識。注意的是，為了方便統計，我們只取兩支球隊主場之間的里程去計算距離。讓我們開始。歐冠改制與歐協聯創辦之前，基本只有強隊能打歐戰，俄羅斯俱樂部一般是歐戰的最遠對手。比如2009年的歐冠，巴薩曾在主場輸給俄超球隊喀山紅寶石。而近幾年歐戰的世界盡頭變成了雖然地處亞洲中部，卻早已轉投歐足聯的哈薩克斯坦俱樂部。上賽季阿斯塔納主場迎戰切爾西的比賽，藍軍直接上 2.5 队，不僅打英超的主力一個沒去，替補席上更是一串身披6、7、10號的小將。如果正常轉機直飛要11小時左右，藍軍包機肯定短了很多。而這還不是最遠的，也是在去年的阿斯塔納隊，他們客場迎戰位於波爾圖的葡超球隊吉馬良斯，兩地距離超過6000公里，同樣沒有直航，正常轉機需要12個半小時，夠嚇人的。去年是阿斯塔納，今年則變成了同為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海拉提。阿拉木圖比阿斯塔納更靠東，距離烏魯木齊只需要飛1個半小時。海拉提與凱爾特人的歐冠附加賽則成為飛行距離最遠的歐冠2回合對決。從阿拉木图到格拉斯哥，如果正常轉機法蘭克福約13小時，直飛估計8小時左右。哈薩克斯坦還有個實際問題，他們在地理上被俄羅斯包住，但俄羅斯對大部分歐洲航空公司處於關閉領空的狀態，本來就夠遠的，現在還需要繞路。不知道今年歐冠正賽哪幾隻幸運兒能做客阿拉木圖？那可能出現距離更遠的對決嗎？理論上是可能的。葡超有支參加歐協聯的球隊叫聖克拉拉，他們不在歐洲，而是地處北大西洋中間的亞速爾群島，從這兒飛到本國的波爾圖都需要2個半小時。但外形阿斯塔納和奧巴達斯兩個哈薩克斯坦俱樂部已經在歐協聯附加賽出局，本賽季大概不會出現了。西到葡萄牙亞速爾群島，東到哈薩克斯坦，目前這基本就是歐戰的極限。不過北邊倒也有了歐冠新軍，挪威球隊博德閃耀自此成為第一支參加歐冠正賽、地處北極圈的球隊。而考慮到俄羅斯遠東球隊短時間內無法打歐戰，本賽季最西、最東和最北都集齊了，有點意思。既然說到俄羅斯，有記載的同一國家足球聯賽中，兩個主場之間最遠的距離為2018賽季的俄乙海参崴光能隊和加里寧格勒波羅的海隊的比賽。海参崴地處遠東，近邻我國吉林省，而加里寧格勒則是一塊地處波蘭北部的俄羅斯飞地，兩地基本處於俄羅斯的東西兩頭，空中直線距離約為7300公里，即便直飛也要差不多9到10小時，看着很遠，但球员一般毫無波澜。其實因為面積太大，俄羅斯联赛很多球隊大都非主客场交替比賽，而是连續打幾個主場，再連續打幾個客場，因此這兩隊在做客对方主场時，都已是数個客场中的一戰，稍稍有點遺憾。有趣的是，倆地兒一個是大清重鎮，一個是普魯士發源地，說是中超隊德甲也不是不行。世界杯雖然是在某一地舉辦，但預選賽偶爾也會出現長距離的國家比賽，比如2018年俄羅斯世預賽，澳大利亞和洪都拉斯的附加賽決賽是世界杯旗下賽事最遠的主客场2回合對決，從悉尼到特庫西吉尔巴的空中直線距離大約為13700公里。當時澳大利亞採用的是包機，飛了13小時，但一名自媒體博主則採用了悉尼、洛杉磯、邁阿密、特庫西吉爾巴的常規路線，飛了小2天。而新西蘭和秘魯的世預賽附加賽決賽也曾飛行過12小時。不過隨着袋鼠軍團加入亞足聯以及世界杯扩军後，非法白送給新西蘭直通門票，這個記錄估計很難被打破了。不算米蘭雙雄這種兩隊共用一座體育場的情況，本賽季歐洲距離最近的同一聯賽主場將在法甲誕生。巴黎聖日耳曼和巴黎 FC 兩隊的主場直線距離不到100米，就隔了一條馬路，將同時成為世界上距離最近的德比戰和歐洲頂級聯賽距離最近的俱樂部。說完了世界，再說說我們自己。中國職業聯賽最近的兩隊主場應該是曾經的廣州德比，從廣州恆大的主場天河體育場到廣州富力的越秀山體育場大約為7公里。2012年的上海德比中，申花的虹口體育場到申鑫的原山體育中心距離為8公里，不相上下。若是加一個非德比的筛選條件，則是2022年的中甲聯賽，蘇州東吴的主場奧林匹克中心到昆山的主场昆山體育中心，直線距離約為21公里，一個半馬的距離。如果在中國各級職業聯賽中選擇最辛苦的，肯定是如今已經退出職業聯賽的新疆天山雪豹。如果他們去深圳打比賽，
工作飛機的時間就要5個多小时，這大概也是中國職業聯賽最遠的主客場。而如果去需要轉機或者沒有機場的小城市，花費1天也很常見。不過中國足協對包括新疆、梅州、延邊、廣西蘋果等球隊都頗為照顧，在中甲時經常會連打2-3個主場，再連打2-3個客場，降低球隊的差旅成本。其實無論是新疆足球還是中國足球，廣闊的面積帶來一個直接問題，就是無論是職業球隊的參賽成本還是青少年比賽的辦賽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對比一下就知道，我們的職業隊動輒飛行半天時間，而在歐洲1個小時已經能從倫敦飛到巴黎了。地大物博在國家層面是優勢，但放在體育發展層面，尤其是足球這種重視交流的團體項目上就是劣勢了。大家知道僅在我們新疆地區有多少球隊想參加高水平比賽卻沒有錢去嗎？我無意為足球運動的發展而辯解，但如果不考慮國土面積和參賽成本，就討論青訓的問題，那跟拋開事實不談有什麼區別呢？